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将和大家说一下每个年代大家记忆非常深刻的流行的文艺作品。我们先从70年代开始说。可能说到70年代呢，咱们现在很多70后、80后、90后的朋友可能就记忆很模糊了，因为那时候说白了，要么是没有你们呢，要么你们还不记事儿。准确来说，对于50年代生人和60年代生人的朋友呢，可能对我今天说这个内容会感到印象特别深刻。说70年代流行什么呢？我们说那个时代中国相对来说比较落后。文艺作品呢，你别说什么欧美音乐了、港台电视剧了，就咱们国产的电影电视剧都不够丰富。那么当年流行的大众文艺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除了我们说的京剧样板戏以外，那就是红歌。但是这个在建国以后呢，它的红歌范围扩大了。你比方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呢，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歌颂伟大的新时代，这些只要是正能量的、主旋律的、积极向上的，都可以并入到红歌范围之内。所以咱们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流行一时的红歌，它背后有哪些故事？他们歌颂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他们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建设者，他们歌颂继往开来新时代。这就是经久流传的红歌。上个世纪开始传唱的红歌，为什么能流行几十年、长久不衰？这些红歌究竟有何魅力？雷首红歌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老连故事会为你讲述70年代的那些歌。那个时代的红歌呢，它其实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你比方说，有一个有名的词作者、曲作者、歌手，要是唱一首歌，很快通过网络，最短时间之内，全中国都知道。那当时我们知道传媒不发达，这些红歌靠什么传播呢？咱得改献两样东西，一个是电影，一个是电台。那个时候，一部新电影要拍出来，只要能上映，哎呦，那人乌泱乌泱，又没有别的娱乐生活，看电影大家最大个爱好，所以电影里边的插曲能够借助电影的传播，跟插上翅膀似的。人飞风，红姐有上他，人飞爸爸。70年代时候的我小的时候，有一部电影风靡全国，尤其孩子们特爱看，因为这里头有孩子。这电影叫《反闪的红星》，可能好多年岁大的朋友还没看过这电影。他就是写一个小孩潘东的，他爸爸妈妈都是革命者，后来他妈妈牺牲了，这是发生在江西这么一个故事。那么当时这个电影呢，里边有3首红歌，其中最典型的、大家流传最广的《红星照我去战斗》，第2首歌叫《映山红》，第3首歌是《红星歌》。那么这3首歌呢，每首歌里都带个红字，可以说当时流行红歌里的经典音乐，这3首歌是杰出的代表。那么从我这看呢，就我们后来就听这些歌里头，我们大家共同的感觉是，你别看这个《红星照我去战斗》流传广，我们觉得从旋律的优美角度来讲，《映山红》最好听。《映山红》这个歌呢，我一说场景你就能想起来，就是这个潘东的老家这会儿呢，被国民党恶霸给占领了。占领了呢，他爸爸带领胡军呢撤离根据地。这潘东呢就问他妈：“我爸和胡军什么时候回来呀？”这时候呢，他母亲没有多说，深情地唱起了《映山红》。唱到这句时候，我们就仿佛能够感觉到满山的是映山红，就革命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未来是光明的。就是这首歌当时给我们带来的感染力特别强。但是这歌跟大家说实在的，差点就胎死腹中，就夭折了。这是替补上来的歌曲。当初呢，拍这个《闪闪的红星》这个电影的时候，最后人家基本歌曲也都录制完了，就最后合成了，要跟电影合成到一块儿了。说得找几位高手给把关，当时请来著名的作曲家，也是我们东北老乡、黑龙江老乡，叫傅庚辰。这个名字可能对现在的观众朋友来说有点陌生。傅庚辰当年做过无数优秀的歌曲，像《雷崩》、地道战、一导弹，这都傅庚辰的。大艺术家把傅庚辰调来了，来给听真歌把关，这不就得开会吗？咱们大伙一起听听这些歌怎么样？当时已经有4、5首歌准备搁到里头，那早就有这个《红星照我去战斗》，这有小小猪排向东流这有
结果在开会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歌曲的创作室这屋开会，傅庚辰呢坐着呢说着话呢，就随便是摸着桌子，这不有抽屉吗？把抽屉打开了一，里边有闪闪的红星第3稿，就剧本的第3稿，他就拿出来了。别人说话是没事闲着翻，他突然间看到里边夹着一首歌词，手写的，那时候打字比较少，手写的。他一看这歌词，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胡君来，岭上开边忧伤，这是非常好的一首词，这怎么用的？我感到的确需要很认真地来考虑这件事儿。不写吧，可惜了，这歌词的确不错啊，可是要写吧，那3个歌已经通过了，而且我这配器都写完了，总谱都写完了，如果一用这歌词，意味着那都得否定。所以傅庚辰想来想去，我认定相信自己艺术判断，这是个好东西，我要给他作曲。于是谱好了这曲子，谁唱呢？找了半天，傅庚辰想起一个人来。当然这个人呢，在那个时候已经出名，他的名字叫邓玉华，那已经70多了。邓玉华当年呢是在这个大型的舞蹈史诗剧《东方红》里唱红的，唱哪歌了呢？就是那个叫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头一句咱们很多朋友，太阳出来照四报，海洋扑来照四报，包住记忆四家，赞银光，海洋造得人怎论美，包住记自将的光辉，造得在西里了，照得在西里。哎，就这歌是邓玉华唱红的，就把邓玉华找了。邓玉华一看这歌词好，说我肯定我愿意唱。可是映山红是啥呀？不知道映山红是什么。说映山红啊，就是北方的杜鹃花。哦，再想了半天没印象，这怎么办？因为那事儿录制歌曲的人很认真，就我得进入歌曲的境界当中。我唱映山红，我眼前没有映山红怎么着？回到家，她丈夫跟她说：“我告你个办法，咱那个中国美术馆吧，搞画展，有一幅大的国画，就是画映山红的，你去那看去。”哎，邓玉华讲是个办法，骑自行车奔这个中国美术馆，进里头一看，画在展览，他站那看，一看看30多小时，第二天还去，连着看这么几天，他的感觉就是我是啥也不看了，就在这练歌房里边往这一站。我一开场，我就能感觉满山红土宠溺映山红，红军回来了，哎呀，是真有希望，革命是大有希望的，前途是光明的。他把这感觉找着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录的映山红，结果这歌一炮打响。这里边还有一首独特的歌，就那个红星歌，有红星闪闪放光芒。有人说这歌节奏感很强，很跳跃，当光辉照万代。这歌是怎么来的呢？当初啊，这歌歌词是位挺有名的作家写的。这个作曲任务交给傅庚辰了。傅庚辰一看呢，哟，这词儿写得好，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赞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朗朗上口。那么接下任务就是傅庚辰完成，他要给作曲。这个时候呢，他必须得回到这个闪闪红星拍摄的地方，在江西景德镇下边一个村子。他当时这不在沈阳军区，在沈阳的吗？这一到沈阳倒车到北京，北京倒车到江西上饶，在江西上饶这离景德镇的村子得坐公务汽车7个小时。因为70年代的路也不好，要现在修高速路可能1-2个小时就到了，那时候得电7个小时，道上还是坑洼不平。这一到呢，傅庚辰呢跟其他一个工作人员俩人坐着车，这车颠的都不行了，经常一使劲倒了就碰车顶啊这样。结果傅庚辰一到也没吱声。哎，他这同伴都纳闷，怎么心情这么不好？其实这个傅庚辰琢磨什么？怎么给这个红星歌谱曲？红星闪闪放光芒啊，红星灿灿暖胸怀啊，党的光辉照万代朝万代。他在想怎么作曲，结果也下了车了，7个小时过去了，下了车他就进了创作室，很快把这曲子就顶了。
红旗山谁？我猜，红旗看哎，有坏，哎，走。后来人才发现，为什么你这曲子是这么有节奏感，感情在车上颠出来。你看他坐车时候，他想红青山山放光赛，红青山山暖胸怀当光会照万代棒撞着了。他一道就这么颠簸下来，他才把这节奏感弄出来。所以你说这种歌要如果没有生活经历，没有这样乐类的话，他很难在7个小时以内就把大致的曲子想出来。当然那个时代呢，我们看谱曲啊，很多人觉得说就是高水平的人在这一想就想出，不是，他要从好多民间音乐里汲取养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好多流行的红歌都是从民歌里头脱胎出来的，有的略加变化，有的加以改造。你比方说比较典型的阿诗玛的主题歌，那就是从当时发生的祭典，在这个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从他的民歌里边弄出来。我们都知道这个阿诗玛呀，是中国第一部叫彩色宽银幕立体影片。可能这词儿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太久远了，就它是1964年拍完的彩色影片，第一部宽银幕立体影片。这里边准确来说是歌舞片，里头台词对话没多少，更多的就是只要一对话就唱歌，情歌对歌吗？给大家印象最深的呢是阿黑哥带着阿诗玛打败了那个彝族的地主阿芝，然后把阿诗玛抢回来，骑着马俩人回家。这一路上这节奏非常欢快。这歌就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胡宗华唱的。马铃儿向来有与鸟唱，我陪阿诗玛回家乡啊。马铃儿向来有与鸟唱，我陪阿诗玛回家乡。远远离开热古巴拉江，东四马无忧伤，无忧伤，来我服务忧伤。那么可惜的是，这个歌它是一直到70年代末才流行。为什么呢？电影1964年拍的，可这电影放映是1979年才放映。说为什么隔15年呢？就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里边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爱情，这个阿黑执着的喜欢阿诗玛，完最后阿诗玛的等于被阿黑的情敌给害死了。有人说你这里头没有阶级斗争啊，就宣扬爱情，这资产阶级恋爱观，小资情调。就是79年阿诗玛这电影上映的时候，给这个里边阿黑配唱这刚才我说胡从华胡老师，他配完了电影也没放映，他都快忘了。结果有一天回家看门口电影院排长队，说看什么阿诗玛放映了，把他激动坏了，说这里头歌15年前都我配的。他就拿着家里录音机进电影院，按一些键就把这整个电影录下来，回家听，一听里头还有哭的声音，什么现场观众哭，多少年没看这好电影，这都15年了。有不少人一边看一边哭，把胡宗华听得都直哭。老连故事过瘾为你讲述70年代的那些歌。当然了，红歌给大家的印象呢，很多人觉得说那就得是主旋律激昂向上，高亢嘹亮，其实不见得。有的红歌特别婉转动听，就即使是反映歌颂祖国这么宏大命题的，它同样可以做到从具体的事物细微事物入手，直指人心。你比方说《上甘岭》这电影的主题歌，咱们基本人人都知道，一条大河火阔一呀大啊弯南弯破吹到花江两我家丢在岸上午，经过了早工的汉子，汉过了换剩的单
这个歌就是典型的从细微处入手，艄公、白帆、船、大河、稻花、波浪、风吹，就是活生生的生活场景。结果可是我们想到这些场景，每个人都会想到自己可爱的家乡，生我养我的家乡土地，父母之邦。你不由得你不燃起一种爱其祖国的这种火焰了。所以说从西为出入手也是红歌的一大特色。那么这首歌谁做的呢？很有名，乔羽，我们都叫乔老爷。当年上甘岭这个电影的长影拍的，导演叫沙蒙，基本上电影快拍完了，就差这主题曲了。这歌词找谁写呢？他就想到乔羽。乔羽当时正在江西那体验生活，他给乔羽拍了电报，一说你来回来给我写这个歌，写词了。乔羽说我不行，我这班事没干完，等我干完再回去吧。头那不行，来不及，你得来。拍第3封电报的时候，这电报它字就多了，写的挺长，结尾3个切切切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意思就非你不可，你赶紧来。乔羽一看老朋友这么急，去吧，就北上，来到了这个长影这个地方，就说你也得给我写词儿，一定要切合歌唱祖国这主题。乔羽就想，我不能落俗套，喊口号没意思，我从哪儿会写呢？电影发展到这时唱这个歌的时候，因为是战争达到别的不住最甜的时派，我是感觉电影到这个地方需要一个亮丽色彩戏，路易斯表现我们的仔细，表现我们的从容之富。那你说你想换个写法，这个写法换个写法是可以，你得写得好才写。哎呀，我可就犯了的耐，一晃在长春待了半个月了，没写出来，剧组也着急，就等着这等米下锅呢。有这么一天呢，下雨，这乔羽呢从屋里出来溜达，刚下完雨，雨过天晴，一帮小孩呢在一个小河沟边玩的，玩什么呢？用那个草棍啊和纸壳啊做个小船，放到这小河沟上飘着玩。这帮小孩们玩什么都乐直拍手号。他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乔羽是山东人，他家是哪儿人呢？说枣庄一带，咱们只有铁道一句对吧？微山湖。他就想起了小时候在微山湖边，那会儿正好还是京杭大运河也从他家那边过，想起运河呀、船呐、微山湖，他又由此想到呢，自己平生第一次见长江，他那种当时的心潮澎湃的感觉，一下他就想起这个第一句歌词应该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想到这个进屋开始写，也就是大概1个小时左右把这词儿写出来，然后他就找这个导演单猛来，沙导你看写出来了，奥尔南坞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好，沙猛说太好了，把歌词拿回去。结果第2天这沙猛又过来找乔羽了，我说乔啊，我跟你商点事，这歌词有问题，你不说挺好吗？给你看啊，一条大河波浪宽，你说这一条大河波澜皱是不指长江啊？对，我说就指长江啊，波浪宽吗？那你为什么不叫万里长江波浪宽，或者长江万里波浪宽，那么更有气派吗？乔羽说这你就不懂了，这个长江固然是长江黄河咱母亲河，可是全中国人见过长江的，除了长江流域以外毕竟是少数人，所以你说长江波浪宽，好多人没这个概念，没见过长江，连你东北人好多人没见过长江。可是呢，每个人的家乡往往都有一条河，你即使是小河沟，造着雨季时候一涨水，哗，一条大河波浪宽，这都唤醒了无数人童年的记忆，对家乡的记忆，对乡土对祖国的记忆。这不一下就泛指了吗？所有人都能被这词儿打动。你可以没见过长江，但你家一定有条大河吧？所以从这儿入手，容易把爱祖国这种豪情点燃。上面一听，对，说得好，就这么这歌词定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在听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郭兰英老师嗓子也真好，咱们每个人都能收获这种细微处的感动。完了，稍不一好，自看完了船上一半饭啊呀也风自
巧语这个词呢，它等于穿透了所有人的心血，能打透你，挠到了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所以后来这个乔宇和沙蒙两个人再见面，沙蒙说我希望这首歌啊能做到什么呢？过了多少年以后，这个电影上甘岭有人都忘了，想不起来了，或者压根没看过，可是这首歌依然能广泛的流行。从今天来看，这个效果就达到了。我们电视机前好多80后90后朋友，可能你从来没看过上甘岭这电影，但是你一定记着我的祖国这首歌。所以我说红歌不在于它有多少政治意图，而在于它的旋律是否优美，它的歌词是否能以真诚的东西打动我们。只要这两样存在，我们不必计较是红歌啊、流行歌曲啊，还是过去什么时代的歌曲，它经过千锤百炼、大浪淘沙，一定留下的是最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唱红歌的时候，只要它朗朗上口，只要打动我们，我们完全可以不必考虑红歌背后一些政治意图。风靡一时的校园民谣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一曲曲动听的歌声背后又埋藏着什么样的故事？校园民谣的魅力到底在哪儿？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校园民谣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年。好，感谢你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来到山西卫视老梁故事会。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内容很有意思。他说现在这个80后年轻人呢，有点暮气沉沉。就说现在社会的一种现象，说这80后啊，有人调侃嘛，未等怀孕呢就先怀旧的。但是呢，虽然说现在年轻人这么大面积怀旧呢，跟这个社会啊压力大有关，但是怀旧却是每一个年龄段的人一个普遍情节。其实怀旧是什么呢？就是追忆过去美好纯真的日子。你看我们这年龄段再往上大一点都怀旧。怀旧最集中的是哪个阶段？其实就是校园生活，就是你的青春。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呢，人生呢你感觉很灿烂，未来呢似乎对自己遥遥无期，生命当中好像处处都是鲜花。你还没有意识到社会竞争的残酷，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压力。那时候可能你单一的考虑自己的个人感情以及生命的尊严，所以人生当中美好的日子大半都集中在青春。那么青春最典型的日子是什么呢？对于读过大学的朋友一定不会忘记大学校园。所以怀旧的时候呢，大家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向，在大学里面我们发生过那些事儿。那么怀旧有什么明显的地标呢？其实就是流行歌曲。每当我们听到一个流行歌曲，要是你大学时候流行的，你的记忆会比其他时段还深刻。你可能一听一排大学，哎呀，这不就那时候那谁谁挺红命擦唱的吗？所以很多人的怀旧往往指向校园时期听到了流行歌曲。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80、9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呢曾经风靡一时的校园民谣。风靡一时的校园民谣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一曲曲动听的歌声背后又埋藏着什么样的故事？校园民谣的魅力到底在哪儿？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校园民谣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年。所以以下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往往对校园民谣记忆犹新。当然我们其他年龄段的观众朋友呢，也一定不会忘了其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同桌着你》。这歌当时在这个国内的流行程度那太火了，哪儿都放。而且有的小孩你刚学会说话呢，都能哼出调来。家庭里头2口子，那男的一提过去我那同桌是不是借人家半块橡皮呀？这女孩往往酸溜的就说这个，就说当时同桌着你这4个字成了校园恋爱的代名词。而这同桌着你呢，也成为最经典的校园民谣。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语气？黑马也长发爬起，雨滴做着嫁衣。有人一提校园民谣社，好像是从台湾过来着吧？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上初中的时候，台湾过了一波歌。这歌呢，我们管它叫台湾校园歌曲。台湾呢称它为民歌。
就是当时呢，齐豫啊、安岳云呐，包括李宗盛这些人，还有周华健他们，在台湾的2个大的这个酒吧里头，一个叫木吉他，一个叫木船。说白了，就这些人唱的很随意，一个酒吧椅往上一坐，下面有点我唱那个，弹着吉他就唱。这些人创作的一个呢，以回顾校园生活，搁现在来说就小清新，玩这个格调的歌曲。有人说是不是就那个过来的？不是，他2个之间不是一点联系没有。但是大陆这会校园民谣的产生和台湾的校园歌曲没有直接联系，两者之间的不是直接的师生关系，那是因为国内的校园民谣它产生有非常独特的一个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它的背景呢，如果从宏观上看，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是中国社会呀最强调个性解放的时候。当时我记得那个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开运动会，穿上经典的打扮，白衬衫、蓝裤子、白鞋。平常家里得准备的衣服呢，基本就是有黑的、有灰的、有蓝的、有白的，就这几少。我姐姐那时候呢，20多岁呢，也穿的也这些。就你穿件花衣服呢不行，社会观念都不容忍。到我上了小学的时候，高年级的时候，我就记着街上开始不一样了，有穿喇叭裤的，戴蛤蟆镜的，那时候还有烫发的，留鬓角的多，好多男青年留大鬓角。可当时留鬓角、戴蛤蟆镜、拎录音仪、穿喇叭裤、听邓丽君歌，这就是臭流氓。当时就社会没开放到那程度。可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这个社会放开了，你看他满大街跳舞的，然后各种各样奇特的服装出现了，女人身上花花绿绿的各种衣服也出来。就这个时期，大家经过压抑又经过改革开放，到了强调个人价值、个性绽放的时候，你就像电力一把火，无袖火焰温暖了我的我，你是当一讨巧斗进我身边，火光照亮了我。所以这是当时一个社会大反应。再具体到校园民谣的诞生地大学里头，那个时候大学我是比现在大学生幸福多了。我上大学那时候，学校呢全管，当然考大学难，我们叫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一个班60个人，考了大学就10个，倒是非常难。但是上了大学呢，说实在，那时候大学有几分青年养老院的感觉。为啥？艰苦的高中时代终于过去了。上了大学呢，我们当时1个月的所有费用加起来50块钱不到。学校呢还给我们，当时我们是12块5毛钱的餐金补助，国家还给钱。学校这个吃住什么，尤其住宿啊，不交住宿的费用。这个行李你自个儿带，然后每学期1分钱学费都没有。那是一直到我们毕业了好几年以后，国家才开始大学收学费，我们那会儿1分钱学没有。所以上了大学呢，尤其我们这文科课程比理科松。说实在的，我当时记性好，考试前背那么1-2天，我打60分以上没问题。所以那是大学英文叫什么 University， 我们当时叫有你玩4年，随便玩。忘掉了作业太多，这英语才疏，都进了文解我的乐土，东火把节子道路情宽几人也被家务啊夫妇。所以学调的环境相对宽松。高晓松后来有叫高晓松是我们同一时代人，高晓松讲过那么一句话很对，他说大学当时大学生活生活就像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样，有闲阶层有钱阶层悠哉悠哉，当然不是说我们有钱我们没负载。像现在这大学生一上学想要怎么长能耐，完了就是到大3就得找工作了。我们用不着，一毕业7-8家单位抢一个大学生，有的车来了把你行李先拉单位宿舍去了，国家包分配，你根本不用考虑，除非你在学校遭处分的什么的，否则的话正常的话你都有个不错的这个工作，而且还铁饭碗。所以正是那种环境悠哉悠哉，大家就想搞点艺术创作，搞点精神追求。所以我们那时代普遍学校里的人喜欢音乐，那时候我记得人人花几十块钱买把吉他，80块钱一把的木棉吉他，这我说起来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朋友一定记着，木棉吉他那80一把可老贵了，当时
谁有把木棉吉他，那得牛的不得了了，这了，就等于现在谁在校园里开个宝马车，就差不多这个程度。所以当时外部环境，社会强调个性解放，校园里边的环境给艺术创作提供很大空间，所以这是校园民谣能够诞生的重要原因。底来讲呢，校园民谣产生还有3个原因。头一个原因呢，大家你记住，唱歌啊，诗歌。那过去这歌从哪来呀？先有歌词，歌词是啥呀？其实就是带韵律的诗，而且那个时候诗歌、唱歌和诗之间关系太密切了。高晓松后来有专辑里边录了3首歌，有《白衣飘飘的年代》，有《月亮回声》。《白衣飘飘年代》这歌名气很大，这3首歌都是呢，海子在1989年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之后，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纪念海主写，所以那个时候诗歌盛行，这是对校园民谣有直接推动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呢，当时主要是港台音乐对大陆的这种冲击。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港台音乐黄金时期。什么黄金时期？不是说他们那边黄金时期，而是攒了20-30年的好东西，唰一下到大陆了。你想，我们当时听许冠杰、罗文、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陈慧娴、梅艳芳、林子祥，4大天王是他们晚辈了，那都以后的事了。一股脑的这些人都过来，台湾那边童安格了、王杰、文章啊，周华健、李宗盛、罗大佑抢过来。就这种黄金的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我们可以用个性解放的方式来写我们自己内心。你像罗大佑、李宗盛，用我手写我口的方式写我心的方式，等于把自己内心的细腻感受都写出来。与这邓丽君强调人内心的感受，这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就是这个歌曲创作这种清新的曲风，等于给很多音乐人提供了一个思想解放的空间。在第3个呢，稍微俗点，就是这个创作者呢，音乐的之人呢，以男的为主，女的为辅。你看这个出名音乐人里边，咱说音乐创作者男的多。那么当时校园民谣的产生呢，和学校里女生的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就说你要写歌、唱歌、玩吉他干啥的，非常时髦，容易获得女孩子青睐。你有没有那么句话说，这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贫农，70年代嫁军营，80年代嫁文凭。它就不同时代，前3个时代可以说都有鲜明的职业定位。80年代嫁文凭什么意思？推崇才华。那个时候学校的女生，现在咱们有的孩子都不能想象啊。然后这边是高富帅，加油钱啥劲啊，真长得还帅。那头是一个容貌丑陋的但很有才华的男生。大学女生多数都会选择这个有才华丑陋的男生。现在咱很多人都不能想象。林乃芝讲你帅又不当饭吃，现在可不行，帅是的赢者通吃，什么事都管了。所以那个时代呢，能写诗、能唱歌、能弹吉他，就容易俘获女孩的芳心。所以有很多男生前赴后继的，等下脚的是扑通扑通往音乐创作里边来。这时代不一样，所以就是校园民谣的产生呢，它还和女学生的审美情绪有关。你可不要以为我说这是胡说八道。有的说爱情是引领一个时代积极向上的坐标，有很多人因为在爱情的巨大动力推促之下，才在建功立业。所以这个事儿你不能小看，在青春期荷尔蒙分泌旺盛时期，这些男性音乐创作人的巨大动力。所以那个时代3个原因。我刚才说诗歌的流行，港台音乐的推动作用。当然了，我说港台音乐这里还包括大陆的老崔，有崔健对我们那一代人是革命性的影响。就崔健那种直抒胸臆的，像一无所有啊，诸多这歌对我们影响很大，就让我们知道音乐原来可以这样有个性，这样有力量。所以这种风潮共同的推动了，就是音乐对学校这些音乐创作人的巨大影响。在于我后边说女性的审美。那我说校园民谣具体的来说是怎么产生的呢？它离不开一个人，这个人呢并不是校园民谣里创作影响最大的，但是没有他可能就没有90年代初那波校园民谣。这个人叫沈庆，等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不知道，这也是一个音乐才子。沈庆当时在1992年呢，他是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大3的学生，开始实习。他实习要从学校呢穿过一个北京城到实习的地方，坐公交车。那北京公交车那时候没现在这么挤，他找着坐着他就想，哎呀，眼看要毕业了，还有1年多，
觉得这大学生活正值得留恋。就像同桌的你里写的是，你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他正处在那种唏嘘叹惋当中，说把这感受记录下来吧，写点歌词吧。哎，坐了几天公交车，这歌词就写出来，名叫《青春》。这首歌我相信有很多这个30岁以上的朋友会读去。云尊的花开花，既要我疲惫皆不会也。雨滴的雨被皆被让我尽醉皆糟。那么写完了这个歌之后呢，找人唱了也谱上曲来，就觉得这学校里好多人都在干这事儿，创作愉悦。说我这样，我想办法把这些各个高校，北京各个高校创作音乐这些做出作品小样，我收集到一块儿，我看看能有多少好听的东西。有人说他个人力量能有那么大，哎，他有机会，什么机会呢？当时北大呀，还有清华呀，这些北京的高校流行一种这个文艺聚会形式，叫茶琴。什么叫茶琴呢？就说在比方北大威明湖畔，或者清华哪个地方，各高校，北京各高校弹琴的高手，主要是吉他啊，凑到这个地方，咱斗一下，怎么斗就比比谁吉他弹得好。当然，这里头就是肯定有高有低呀，一比一比的赛上风的人他高兴了，就说这里头出过不少就吉他名手，这种场面呢，大家在一块弹琴，这个沈庆就来了。弹琴的得唱歌嘛，听这好那好，他识谱，音乐才子，把谱就记下来，就这么着他划拉了不少这些东西。这个沈庆当时把这些歌划拉到一块呢，他就找唱片公司，跟唱片公司谈，你听着，我这东西能不能出版？一般唱片公司是行，你留下吧，咱们看有不少招聘都是把你的简历留下3个月以后通知，如果未曾通知你，你就可以投递下一家。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套话。当时人家对付沈庆就这套，留下吧，过一阵通知你。打一个人通知他，这沈庆走了5、6家公司。你别说瞎冒碰死耗子，真有一家公司一听这歌行，我们想出版，但有一样，一首歌给你500块钱，但是歌手都我们自个儿定。当时呢，跟沈庆一块儿去谈的就有高晓松。高晓松一听说你试试吧，结果他找了一个歌手呢，唱片公司找的歌手一听，高晓松说不行，这什么玩意儿？这晚会歌手啊，说我们唱毁了，不跟你合作。接下来呢，高晓松这帮人就开始，包括像老狼他们，那时候都凑到一块儿了，就开始出去找合作的伙伴。当时93年，北京有个大地唱片公司推出了一个个人民谣的专辑，叫《我的1997》，可能有的观众朋友还记得。主唱是来自沈阳的歌手艾静，非常随意这歌，我们当时听着觉得很好受，很舒服。所以这个时候高晓松他们一看，哟，这家大地唱片公司有两下的，就去找这个公司的人。这个公司的企划人呢叫黄小茂，可能我说这名字你不会很熟。崔健老崔在1984年做过一个专辑，这专辑里10首歌有9首歌歌词是黄小茂写的，就是有人很有见识，而且呢文字功力很强。当时正赶上他满30周岁，他就觉得真是个缘分，一听这歌能出版，当时就决定就叫校园民谣，就把这些歌划入到一块出版了。这里头就有咱们很著名的同桌的你，还有那个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就说那个校园民谣在当时穿透力是非常强。94年的上半年校园民谣开始火，一直火到95年。当然这个中间主要是高晓松、老狼这一波人还有沈庆几个人推动。等到95年往后呢，校园民谣又出来几个人，像大伙都知道朴树的，他当时朴树唱了很多跟校园民谣有关的歌。在他之后你有水木年华，但水木年华之后整个校园民谣就枯萎了。其实这个呢很正常，校园民谣说火的时间特别短，不像我们说西北风啊什么那些时间那么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啊，改革开放讲的进入深水期，就是这个社会呢，大家对物质的追求啊比以前欲望要强烈多了。那么在实实在在物质追求的影响下呢，像校园民谣这种小清新的东西呢玩不下去了。因为这时候这大学校园发生了很大变化，到99年以后扩招了以后，这个学校的文化跟过去完全不同了。而且大学生一上了大学以后，他本身有就业的压力，可能每个大学生变得更加世俗、更加功利、更加现实了。
也就没有多少人还想玩这种青春淳朴的小清新的格调，所以校园民谣创作的土壤不存在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校园民谣呢，代表着那个时代人有关青春的记忆，它留在人心目当中呢，永远是淳朴、美好、最柔软的那些东西。只要有这些东西曾经在我们的记忆和青春当中划过，那么校民谣的存在就有着非常现实的一些价值，以至于现在30个40岁之间的这些人，每当听到流行的校园民谣，都会回忆起自己那种懵懂的青春。那么这种回忆，它不也是人生的一种享受？校园民谣因谱一样具备了还存在的价值。京城再见吧，那放肆的轻浮。丁尊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人生一尊点，感觉如此考验，乃这一瞬间，人又如此遥远。年少成名，正值事业巅峰，忽然退出乐队，其中有何隐情？他天赋异禀，迅速进入第二个辉煌，是什么让他认识这一切只是个阴谋？他曾被标签定义，隐退多年，因何突然与媒体交恶？他褪去明星光环，回归社会各一本质，为何特立独行的他总被媒体消费？老梁故事会不再发生的遮得窦唯玉。好，感谢你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5，我们下期节目再见。